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 V2 版星舰和星舰的起飞。其实，就在星舰起飞日子的前后，还将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航天发射，就是 Blue Origin 的新格伦火箭的首飞。作为目前唯一可能和猎鹰系列火箭形成竞争关系的产品，为了防止 SpaceX 一家独大，人们对新格伦火箭也是充满了期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新格伦火箭和它的母公司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公司。想了解新格伦火箭，咱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母公司蓝色起源。蓝色起源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2000年创办的一家私人航天公司，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肯特市。说起来，蓝色起源的创办时间其实比 SpaceX 还要早2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远的落后于 SpaceX。究其原因，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公司初期的发展愿景不同造成的。SpaceX 从成立的开始就决心研发可重复使用的低成本运载火箭，而且还得是那种能够帮助人类实现外星殖民的大型运载火箭。他们的梦想是实现星际旅行，这在航天全部由国家来办的当时，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且，马斯克在从俄罗斯购买火箭发动机的想法遭遇挫折之后，愤然决定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开始自研火箭发动机，这为后来 SpaceX 在火箭产品上能够彻底贯彻马斯克的想法铺平了道路。SpaceX 后续的火箭产品能够不断的突破思维惯性，让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些都是和 SpaceX 把火箭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密不可分。正是有了这些技术保障，马斯克才能不断的把他的想法在现实的产品中得到落实。而蓝色起源在创办之初，贝索斯的想法就是提高太空旅行的安全性和降低太空旅行的成本。乍看之下，这似乎和马斯克有点类似，但是我们能从蓝色起源后来拿出的产品看出，贝索斯所谓的太空旅行本来其实是指近地空间的太空旅行。按照贝索斯的想法，通过在短期内研制可以重复使用的低成本近地空间飞行器，迅速占领近地空间的发射市场，应该是公司的早期发展目标。也正是基于这个目标，蓝色起源才在新谢伯德火箭发射、回收和复用后，很快就把它推向了市场。现在，新谢伯德火箭已经成功地进行了28次飞行，除一次因为火箭故障而导致发射失败之外，其余均取得了成功，并且将至少40名乘客送过卡门线，让他们体验了短暂的近地旅行。如果不是因为 SpaceX，蓝色起源很可能会在继续发展它的临近空间旅游业务的同时，以比火箭国家队稍快的速度发展自己的运载火箭。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被 SpaceX 这条鲶鱼给打破了。猎鹰9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让蓝色起源感到了危机。此时，新谢伯德火箭的样机即将研制成功，但新谢伯德火箭肯定是没法和猎鹰9号竞争的。蓝色起源必须拥有真正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2016年9月，蓝色起源第一次提出了新格伦火箭的设计构想。不过，不像猎鹰9号火箭和星舰，即使是现在，也很难在网上找到新格伦火箭的设计方案演变历程。但自从我2020年开始关注新格伦火箭，它的总体设计方案就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贝索斯对通过披露信息来吸引关注的热情不像马斯克那么高。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蓝色起源更接近于一个传统的航天企业。说到新格伦火箭的总体设计思路，其实非常类似于猎鹰9号火箭，它本质上就是一款对标猎鹰系列火箭的运载火箭。如果硬要拿它和星舰比，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和猎鹰9号火箭一样，新格伦火箭也是一款2级入轨构型的液体运载火箭，
火箭的一子级可以回收，而二子级是一次性使用的。在火箭的规模上，新格伦火箭要远远的大于猎鹰9号火箭。猎鹰9号火箭的新级直径是 3.7 米，长度是70米，起飞质量大约是550吨，而新格伦火箭的直径达到了7米，长度是98米。虽然目前还找不到新格伦火箭起飞质量的数据，但根据其45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来推算，新格伦火箭的起飞质量在1200吨左右。不过在这儿我要吐槽一下新格伦火箭新一级的总体设计方案。看看猎鹰9号火箭新一级的总体设计，火箭舰体从上到下的直径都是 3.7 米，4条着陆支腿均匀地分布在舰体的四周，而且 SpaceX 对支腿的最大宽度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这种设计使得以后火箭在新一级的周围捆绑助推器就成为可能。果然 SpaceX 很快就在猎鹰9号火箭的基础上推出了捆绑2个猎鹰9号新一级助推器的重型猎鹰火箭。重型猎鹰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已经达到了 63.8 吨。再看新格伦火箭，虽然新一级主体的上下直径是一致的，但支腿机构却是一个中空的圆台。由主体和支腿机构组成的新一级火箭因此就变成了一个下面粗上面细的双极柱体。这种结构对未来捆绑助推器是非常不友好的，将大大的限制新格伦火箭未来的发展。新格伦火箭的新一级安装了7台由蓝色起源自研的 B-14 液氧甲烷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寿命目前被定为50次，未来有可能达到100次。B-14 是一款类似于猛禽2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发动机，推力达到了235吨，比猛禽2稍大，但推正比却只有猛禽2的一半。看来在发动机技术上，蓝色起源和 SpaceX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过新格伦火箭没有像猎鹰9火箭那样在一子级上布置9台发动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 B-14 发动机的推力调节能力是要稍高于猎鹰9号火箭使用的梅林发动机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当一子级回收做最后的landing burn 时，会仅有1台发动机工作。由于此时一子级的推进剂已经基本消耗殆尽，着陆状态的一子级的质量是比较小的。而火箭发动机的推力调节范围越大，就越能让发动机在小推力的情况下稳定的工作，确保着陆的成功。事实上，推力调节范围大可能是蓝色起源发动机的一项技术优势。毕竟在新谢伯德火箭上的 B-3 发动机的推力调节范围就已经达到了 18% 到 105%， 把这项技术垂直移植到 B-4 上应该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这次发射虽然是新格伦火箭的首飞，但这次却不是 B-4 发动机的首飞。早在2024年1月8号 B-4 发动机就随同首飞的火神火箭成功地进行了首次飞行实验。10月 B-4 还随同火神火箭进行了第2次发射，完成了它的第2次飞行任务。因此即将到来的新格伦火箭的首飞， B-4 成功的概率还是挺大的。介绍完了新格伦的一子级，再让我们来看看新格伦的二子级。目前披露出来的有关新格伦的二子级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我们知道的就是在二子级上安装有2台 BE-3U 液氢液氧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其实是在新谢伯德火箭的 BE-3 发动机的基础上改制得来的。发动机的海平面推力是50吨，真空推力是 78.6 吨，比冲是445秒。这些数据都表明，作为一款上面级火箭，新格伦火箭的二子级的性能要远远的优于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的二子级。因而虽然新格伦火箭的运载能力赶不上重型猎鹰，但新格伦火箭的深空任务能力却要优于后者。这可能也算是蓝色起源在这方面的小小的一点优势吧。当然，这是拿猎鹰9火箭和重型猎鹰火箭来做参照物。在整流罩方面，
我目前没有看到有关新格伦火箭的整流罩能够像猎鹰9号火箭整流罩一样回收的报道。不过，相比于火箭回收，整流罩的回收技术并不是什么特别的难点，以后再慢慢实现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影响火箭的总体性能。通过我刚才的介绍，相信大家对蓝色起源和新格伦火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新格伦火箭的首飞，我们应该关注点什么。按照目前获得的信息，蓝色起源将在新格伦火箭首飞后尝试用回收船回收返回的一子级火箭。由于目前蓝色起源没有公布新格伦火箭首飞的飞行时序和飞行剖面，所以我下面的叙述纯粹是我根据目前的信息和以往的经验得出的一点猜测。首先是火箭的发射，新格伦火箭的发射点是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36号发射台。这个发射台原来是阿特拉斯火箭的发射台，后来才被改建成新格伦火箭的发射台。我相信蓝色起源不会犯 SpaceX 在星舰首飞时犯下的那种错误，因此这次发射应该不会对发射场造成什么过大的破坏。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发动机是否顺利点火，以及火箭是否顺利地离开发射台上。在随后的飞行中，几个关注点就包括飞行姿态、最大动压点和发生在2分半左右的1、2子级分离。特别是1、2子级分离，对于首飞的火箭而言，这是出现故障概率比较高的时刻，所以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关注。从新格伦火箭的外形我们能看出，这次分离很可能是一次冷分离，也就是先是1子级的发动机全部关机，然后启动分离机构，把1子级和2子级分开一段距离，再往后才是2子级发动机的点火。分离后，我们一方面要关注2子级的飞行姿态，同时要关注1子级。我估计在分离后，1子级会依靠惯性继续飞行一段距离，在1子级的飞行高度再次下降到卡门线以内的时候，新格伦的1子级估计会再次点火，降低载入的速度，同时位于1子级上方的舵面会进行摆动，调整舰体的飞行姿态，使自己按照预定的线路飞往回收船。最后在降落在回收船之前，1子级将至少启动1台发动机进行 landing burn， 同时支腿机构会打开，支腿会被释放出来，1子级会降落在无人船上。但即使到此时，1子级的回收过程依然没有完全结束。猎鹰9号火箭在早期回收实验中就曾经出现过由于着陆时姿态不稳定，导致着陆后火箭依然倾倒爆炸的事故。因此对于着陆后的新格伦1子级，我们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是否会发生倾倒，也要看看火箭发动机蓝丁泵产生的火焰是否能够迅速的熄灭，不会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对于2子级，在分离后不久就会执行整流罩的分离动作，随后2子级会继续飞行一段时间，直到2子级的发动机第一次关机。在这段期间，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飞行姿态就可以了，看看2台发动机是否在正常工作，飞行曲线是否和理论曲线吻合，以及2子级是否存在异常的滚转现象。至于2子级发动机第一次关机后还会有什么别的看点，根据蓝色起源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说是，这次携带了蓝环探路者 Blue Ring Pathfinder 作为载荷，所以估计还会有发动机的再点火和卫星的释放。至于其他的，就要看蓝色起源的实验安排和直播的情况了。反正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新的惊喜。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新格伦火箭首飞为什么要把步子迈得这么大，还要回收1子级呢？其实蓝色起源在火箭发动机和火箭回收上的技术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有火神火箭的2次成功飞行经验，有新谢泼德火箭20多次回收的经验。新格伦火箭的这次回收实验并不能说是步子迈得很大，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新格伦火箭首飞的意义吧。关于这部分，
我觉得要从2个角度去看。首先是从蓝色起源的角度，对于蓝色起源而言，新格伦火箭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产品。目前 SpaceX 是蓝色起源最大的对手，蓝色起源正在全力在产品线上对标 SpaceX。蓝色起源的 Blue Rain 对标 SpaceX 的 Starlink，Blue Moon HLS 对标星舰的 HLS， 新格伦对标猎鹰系列火箭。在产品线上，蓝色起源如果真的想成为 SpaceX 的竞争对手，新格伦火箭就必须要成功。另外，无论是 Blue Rain 卫星发射，还是未来阿特米斯5任务中 Blue Moon HLS， 都是需要新格伦火箭来作为运载工具的。所以只要蓝色起源还想在太空吃这碗航天饭，新格伦火箭就必须取得成功，这次不行就下次，直到成功。贝索斯确实得拿出点当年马斯克在帐篷底下看着猎鹰火箭残骸发呆的劲头来。对新格伦火箭的首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目前商业航天市场上 SpaceX 一家独大，占据了全球商业航天市场 90% 以上的份额。这样的垄断是有可能严重影响航天用户的利益的。目前 SpaceX 的发售报价看似便宜，但其实他们的利润却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航天企业。市场需要一个 SpaceX 的竞争对手，所以不管是蓝色起源还是 Rocket Lab， 只要能够对 SpaceX 造成影响，我们都应该抱着一种支持的态度。既然现在新格伦火箭已经是箭在弦上，那么就让我们期待着它的成功吧。好，关于新格伦火箭的首飞，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